iPhone 12 Pro、iPhone 12 Pro Max， 欢迎收看一年一度 iPhone 系列的深测第2期。在上一期视频中呢，我们把12和 mini 呢基本上跟大家全部剖析完毕了。这一期呢就是苹果今年给我们出的这4道大题的后2道。最重要的就是这台 Max 压轴题。看到这期视频呢，想必你是准备购买 Pro 或者 Max， 或者是想深入了解一下他们的小伙伴。相比于12呢 ，Pro 和 Max 究竟有什么区别？这2台机器呢，相对于前面2台贵了1700块钱和2500块钱。那么他们这些钱都花在哪儿了？升级到底值不值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炯，欢迎收看2020 iPhone 深测系列的下期 Pro 和 Max。记得3连本视频点赞、收藏、投硬币。外观 ID 上，12 Pro 和12 Pro Max 依然是横平竖直板砖设计，和12最大的区别就是贝壳玻璃从亮面升级为了磨砂，边框从磨砂铝合金升级为了亮面不锈钢。把玩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光线从边框上流动，质感要高级了不少。但是亮面的不锈钢极易沾指纹，并且不太容易擦拭干净。同时，12 Pro 在我们的日常使用之中，出现了一点点划痕。如果你比较在意这个事儿，还是建议带个套吧。带套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不那么硌手了。虽然12的手感非常出色，但是12 Pro 就要重上不少，让 Pro 的硌手感更加明显，手感上比11 Pro 还要再厚重一些。但其实12 Pro 相比于上一代还轻了1克，薄了0.7毫米。好看的背后多少有些妥协，有得必有失嘛。而 Pro Max 的话，这台手机可能并不准备让你单手使用，高宽160和78毫米的大小已经快赶上你的手掌了，而226克的重量，在我上手的时候，我的小拇指马上过来就要充当一个支点。如果你是上一代 Pro Max 的用户，那你已经适应了这个重量，可以无缝切换。但是这一代 Pro Max 尺寸还要更大一些，所以它要更宽一些。重量久了可以习惯，硌手感也能带套解决，但是单手操作的问题就很难解决了。苹果并非没有考虑解决方案，通过导航栏下滑就可以实现下拉悬停，方便够到通知栏和控制中心。但是如果你左侧够不到，那就是够不到了，下拉悬停你也够不到，打字后退等操作单手就很难完成。如果你并不是特别需要一块这么大的屏幕以及相机的升级，我们还是更加推荐12一些。配色上面 Pro 系列就明显高级多了，今年的主打配色海蓝加上磨砂的质感没有12上的那种塑料感，而莫兰迪的性冷淡高级灰很雅致。而金色的话，不锈钢边框和去年一样啊，还是有点土豪金，但是贝壳的颜色就要淡了许多，看起来也素雅了一些。看来今明2年莫兰迪系的高级灰配色会成为主流，布灵布灵的炫彩配色可能要暂时退出舞台了。屏幕的话 ，iPhone 一向是无需担心的，除了分辨率之外，12 Pro 和 Pro Max 并没有很大的区别。和12相比，典型最大亮度值要更大，达到了800尼特。最大的遗憾还是今年没能支持到高刷。还是60赫兹啊，这意味着在这个方面 ，iPhone 12全系要落后于目前的安卓旗舰以及它自家的 iPad Pro 了。如果你是用惯了高刷的用户，这方面是需要适应一下的。根据我个人的实际体验啊，3到7天的适应期。不过想一下，如果12都给你上了高刷，那明年还升级啥呢？说到升级 ，A14 仿生芯片，也就是12全系最大的亮点啊。看过我们深测上期的小伙伴应该知道了我们的结论，地表最强手机芯片肯定是无疑了。如果你不感兴趣，可以跳过这个环节。但是我们这次要深挖一下 A14 到底有多强。Geekbench的跑分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宣布了苹果的 A 系列芯片依旧是手机 CPU 性能的天花板。那 GPU 呢？我们下载了 GFX-Bench 进行测试，为了保证屏幕并不影响到 GPU 的发挥，所以这次我们全部选择离屏测试，排除分辨率的差距。这分数就很有意思了。A14 和 A13 的差距没有 CPU 那么大啊，基本就是挤牙膏了。但是如果把865的跑分再加进来，这个差距苹果挤牙膏好像也有情可原，是吧？谁让对手不给力呢？别着急啊，这里还有故事。GFX-Bench 其实我们跑了2次，如果把2次的数据放在一起就更有意思了。A13和 A14 的跑分又有了升级，而865没什么变化。问题就在于我们跑分的方式。第一次跑分我们用的是持续测试，一口气跑完全部测试流程，而第2次是独立测试，每完成一个环节，等手机降温之后再进行下一个测试。这就是 A13、A14 跑分有进步的原因所在了。持续测试的时候 ，iPhone 过热降频了，这限制了 GPU 的发挥，所以后面的几项测试区别越来越大，而865就没有什么变化。所以说
说 iPhone 系列目前最大的问题依旧是散热限制了它的发挥，而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手机帧率会这样了。无论是12 Pro 还是 Pro Max， 在原神的测试之中，前1/3的帧率表现都非常稳定，但是后半部分就无法维持这一帧率了，出现了明显的掉帧问题。很简单，出现了过热降频。而在低电量的模式下，虽然两台 iPhone 都没能稳定在60帧左右，但是帧率几乎都维持在了45帧以上，波动也更小了。而在温度上，15分钟的游戏之后，低电量和普通模式下都逼近50大关。所以说，如果散热足够的话，给足它散热空间，原神特效全开满血60帧应该不是问题的。起码 A14 说我没有问题。总体来说 ，A14 确实有一些挤牙膏的嫌疑，但是依旧是目前手机阵营的最强王者。夹心饼干式的主板加上单纯石墨散热，限制了它的发挥。到这里啊，本期视频算是要真正进入主题了，而这一切的答案就是这次的影像升级到底有多强。当然，我知道你不想把一个手机身测看成一个影像测评，但是作为目前量产机卖的最贵的手机，你就不好奇它今年的表现如何吗？硬件方面，12 Pro 系列的主要升级还是主摄的光圈升级到了 f1.6， 更大的光圈有助于暗光下的表现。Pro Max 更进一步升级到了一颗大底主摄，并且搭载了全新的传感器位移式防抖，而这也符合照片上的表现。在光线条件较好的白天和室内场景，11 Pro Max 和12 Pro 和12 Pro Max 的主长广30的表现可以说惊人的一致，看不出什么明显的区别。而得益于 HDR3 的加持，在暗处12 Pro 系列的噪点宽容度和细节表现要更好一些。不过有些时候 HDR 的宽容度确实太高了点啊，手动减弱一下曝光可能会更有味道一些。这一次12系列所有镜头都支持了夜景模式，包括前摄，所以深夜自拍不是梦。但它毕竟是前摄，还是不要抱以太大的期望，最好还是有个补光。最大的收益还是超广角镜头，相比于11 Pro Max 可以说是有着质的提升。对于喜欢超广角拍摄的朋友，比如说我来说啊，这个体验升级是非常值得点赞的。同时，得益于更大的 CMOS 在夜景模式下，12 Pro Max 只需要更短的时间就可以拍出同样出色的照片。同时，人像也支持了夜景模式，但是只支持主摄，人像模式下默认调用的长焦并不支持。即便不是夜景，相信你也能够一眼看出来哪张是12 Pro Max 拍的。相比之下，11 Pro Max 和12的虚化就不是很自然，而在细节，11 Pro Max 和12还会出现翻车，台12 Pro 明显就要自然多了。这个提升依靠的就是 LiDAR 激光雷达扫描仪。原理呢其实并不复杂，就是通过投射点阵状的红外光，并记录每一个点反射回来的时间差，并乘以光速，就计算出景深了。和安卓手机上的飞行时间镜头 TOF 有点类似，但不完全一致。这里的技术细节我们就不展开讲了。而11 Pro Max 和12则是通过两颗镜头的视差来计算景深，这就非常容易出错。除了提升对焦和虚化之外，LiDAR 激光雷达扫描仪的另外一个作用就是 AR。比如在新家里面摆家具，在之前的视频中我们也聊过激光雷达的未来和可能。加入激光雷达，这一次在我看来体验最大的升级，除了在夜景拍照之外，就是它可以变成视障人群的眼睛。在设置里面开启放大镜这一功能之后， iPhone 就可以通过激光雷达以声音、语音和震动的方式提示前方是否有人以及大概的距离，还可以提示前方出现的物体。目前来说，这一功能可能并不准确，并在较暗的场景下可能无法使用，但是这已经为视障人群开辟了全新的未来，让每一个人都受益的科技才是真正强大的科技。安卓的影像进步之快，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很多地方呢都已经超过了 iPhone， 但不稳定依旧是一个比较难受的问题。iPhone 的相机软硬件综合表现，应该还是你能够在手机上用得到的体验和成像综合实力最强的手机了。哦，对了，延迟摄影也支持了夜景模式，如果你购买了12系列，不妨可以体验一下。不过现在不都是 Vlog 时代了吗？除了拍照，视频记录生活早已成为常态。但是在聊视频之前，我们先来看看 Max 上独有的传感器位移式防抖表现怎么样。对于这次12 Pro Max 的重中之重，自然就是超大杯专属的传感器位移式防抖，而且对比12 Pro 的底也提升了47%。我们在地库这种都是室内灯光的条件下，与 DJI 手持云台4加上11 Pro 作为对比，两个设备全部手持，不加任何辅助件的情况下，虽然对比云台开挂，12 Pro Max 表现也算非常不错，从色彩表现到防抖效果都有提升。对比之下，11 Pro Max 的后期痕迹就明显一些，画面有点死白，暗光环境的噪点问题也有一些提升。纯手持对比 Mate 40 Pro 也非常明显，40 Pro 目前软件下开启防抖模式最高只能到30帧，画面也显得没有那么丝滑。无论是拍摄照片还是视频，这一代 iPhone 的鬼影问题似乎都更加明显了一些。转到室外光线良好的情况下，专门验证了一下苹果说的位移式防抖对于车辆抖动的抵消。
标。左边画面1，右边画面2，你觉得哪个是12 Pro Max 拍的呢？3、2、1，揭晓答案。经过我们1周的实际体验，传感器位移式防抖对于这种小幅低频的抖动确实有非常好的抵消效果。对比华为这边 Mate 40 Pro 在光线良好时呢，表现也非常不错，边缘稍微能看出一点跳动，但是在整体画面色彩和质感方面确实和苹果有一些差距，比如这里的蓝天和白云的表现力上。而在比较剧烈的运动下，这种位移式的防抖就有一些不太够用了。对比一下 vivo 的微云台，这个效果是非常明显的。但是微云台的方式呢，也有一个缺点，就是不能支持大底的 CMOS， 这就限制了暗光拍摄。所以在较暗的场景下，微云台总体表现还是不如12 Pro Max 的。传感器位移式防抖这次确实非常抢眼。如果你玩相机，对这个技术应该不新鲜，但是能在手机这么轻薄的设备内做出来，苹果的结构设计工程师还是展现了非凡的功力。实拍的视频上和光线冲刺下的照片一样啊，和上一代没什么特别明显的区别，主要的区别就在于夜景。得益于更大的光圈，12 Pro 系列的夜景要更亮，噪点和暗处的细节表现也要更好。而在更暗的场景下，12 Pro Max 的大底就发挥了明显的优势。但是位移式的防抖在夜景的表现上并不如12来的稳定一些，可能还需要再优化一点点。这一次的 iPhone 12全系还支持了杜比世界 HDR， 这在前面的开箱中我们也讲过，可以拍摄10比特的视频。12和 mini 只支持30帧，两台 Pro 这边支持到了60帧。如果经常关注机上的小伙伴应该并不会陌生，毕竟现在大多数的安卓旗舰都已经支持了 HDR 的视频播放了，好像不支持 HDR 播放就已经不能算是旗舰屏幕了。什么是 HDR 呢？举个例子，就是你能够看到的范围是这么大的话，普通的 SDR 视频就只有这么点范围，而 HDR 就有这么大，这就让你拍摄的视频亮的地方更亮，暗的地方更暗，色彩表现也会更加丰富。在 iPhone 上预览的时候，你可以明显看到变化，视频变得更亮丽了，这很好。但是这个变化目前你只能在手机或者 Mac 上查看，苹果自己的视频软件 Final Cut Pro 都还不能支持这种 HDR 视频的剪辑，所以你也没有办法很好的分享这种视频，在其他设备上的显示效果就各有特色吧。而如果你使用 QQ、微信或者各种软件来进行分享的话，同样也有问题，因为虽然是 HDR， 但是杜比世界其实算是一种格式，就像是 MP3、MP4 一样，只有支持这种格式的设备才能够正常的播放。如果要确保在其他设备上能够正常播放，你就需要专门的进行转码操作，这个成本就比较高了。当然，苹果也知道这个问题，所以你拍摄的东西在通过 iOS 自带的分享时，系统会判断你要分享的软件或者设备是否支持，然后自动给你进行一次转码和压缩啊，还是挺懂事儿的啊。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优势就是拍摄的杜比世界视频是使用的苹果的高效格式，体积相比于普通格式缩小了近1倍。如果你只是平常记录一下生活，那么这个功能还是非常实用的。但如果你是一个 Vlog 博主或者视频制作者，我们推荐先不要开启这个功能，因为目前为止还没有办法直接通过手机转码成普通视频，而分享的视频都会被压缩，画质就会出现损失，对于后期绝对是一个麻烦。信号方面呢，实在是无法量化啊，但是它换上了 X55，那效果就是不一样啊。个人体验呢，明显要比11系列好多了，算是无需担心了吧。今年终于算是赶上了大部队。续航方面的话，表现和上一代差距不大，小白测评5小时重度续航下来，12 Pro 剩余了25%，12 Pro Max 剩余了33%。今年续航最好的 iPhone 依旧还是最大的 Max。不过你看到这个续航，应该就明白为什么今年还是没有高刷了吧。更多数据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查看数据库即可啊，各种机型的对比你都可以看一下。由于他们的基础电量啊，就是硬件方面确实小了一些，所以在排行榜上还是比较靠后的。你可以在小白有品 APP 购买个移动电源。感谢你看到了这里，无论是你坚持到了这儿，还是空降到了这个片段，到目前为止，我们好像都还没有给出结论。iPhone 12 Pro 和 Pro Max 贵出的那1700和2500到底值不值？如果你还有这个疑问，那可以说你基本上不是 Pro 系列的目标用户了。购买12就完全足够了。（括弧如果是土豪，可以忽略所有的话，直接购买 Max 就可以了。）为什么这么讲？到目前为止，如果你想要拍摄并制作杜比世界的视频，你需要支持至少10比特、14档以上动态范围、宽色域的拍摄设备，一个支持制作杜比世界的设备，你的显示设备也需要支持杜比世界视频的格式才可以。这至少是5位数以上的投入。有了设备还不足够，你还需要知道如何制作杜比世界的视频。而现在，你不再需要拍摄之后再手动在软件里对着肉调来调去，也不需要花费数万元购买大量笨重且昂贵的设备。你只需要这台最低8499的小设备，就可以初步实现这一切，而且它还非常贴心地附送了上网和打电话的功能。这不仅仅降低了这个行业的门槛，也极大地降低了拍摄和制作的成本。现在你应该明白了 iPhone 12 Pro 和12 Pro Max 的目标用户是谁了。
专业影像工作者或者发烧友，单从影像领域来说的话。回想一下啊，其实苹果一直如此。比如说到游戏，你80%会想到 PC， 但是说到设计，你80%会想到 Mac， 这就是苹果的生产力工具属性。所以多出的这1700和2500已经不是值不值的问题了，这根本就是降维打击，就像是手机干掉了传统的数码相机一样。苹果的下一步就是继续蚕食专业市场，而为了达到这一步，苹果不仅仅在硬件上下足了功夫，软件方面也没有放过，这就是 Pro 系列上独占的 Pro RAW 了。想要了解一下 Pro RAW 啊，首先要了解一下 RAW 是什么啊。当然，如果你要是对相机非常了解，就不用看这一段了。简单来说，就是你手机拍摄的每一张照片，其实都是通过系统计算修改之后的结果啊。这就比如你自拍开了美颜，修掉了脸上的痘痘，但是你没有办法在这张照片上复原你的痘痘了，因为信息已经丢失了。而 RAW 就不会直接进行修改，而是保留了未经处理的所有原始信息的图片，这样后期 P 图的空间就会更大。对于专业人士来说，这就非常重要。而苹果的 Pro RAW 不仅保留了原始的 RAW 信息，还保留了多帧合成，甚至是它独有的 LiDAR 激光雷达的深度信息。相比之下，安卓阵营也并不是没有探索到未来。Pixel 2的时候，谷歌就通过独立的图像芯片实现了强大的计算影像，华为也很早就通过了多帧合成实现了出色的夜景拍摄。但是安卓依旧没能形成核心的生态，而这正是苹果最擅长的。你可能会问啊，这有什么用？啊，这就像是很多人在讨论5G 有什么用的时候，4G 的速度完全够了啊。狗蛋有一个摄影朋友，他大多数拍摄的时间呢都在人迹罕至的荒郊野岭啊，正在拍摄的视频呢就是他的作品。而对于他而言，野外就意味着他很多时间都在路上，很多时候都没有稳定的网络，甚至没有网络。而有了5G，他就可以在路过有信号的地方及时的备份素材，而不需要再专门找一个网吧酒店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就像是 LiDAR 激光雷达一样，对于你或许并没有太多的作用，但是对于视障人群来说，它真的或许就是另外一双眼睛。我们判断，在未来 iPhone 的 Pro 系列很可能会和数字系列继续更加明确地划分开来，12和 Pro 的差距会进一步的拉开。只是 Pro 这个名字苹果已经叫了，你说安卓阵营到时候会起什么名字呢？OK，iPhone 12系列全系上下2机我们全部审测完毕，升级不小，但是同样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这样那样的遗憾。最后再回看这4台机器啊，我们还是由衷的感叹苹果的产品迭代节奏和未来规划能力。和它的 iPad、Mac 产品系一样，手机从12系列开始，大众型号和专业型号开始有了模糊的区隔，到未来应该会越加的明显。感觉12什么都够了，但是 Pro 系列让影像玩家更加的喜欢，能感知到苹果非常清楚自己产品的未来走向，有着一套自己的更新节奏，不被万人干扰。这个能力目前确实还无人能出其右。如果觉得视频还 OK 啊，对你产生了一些帮助啊，记得3连点赞转发，特别感谢。更多任何精彩，大家可以关注我的 B 站、新浪微博和微信公众号，他们的所有数据我们都已经更新到了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不会玩的你，小白测评，我们2021年 iPhone 审测再见。